是按关键时刻，中美对抗还在杀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国内部的谣言一个都没有少，尤其是针对习近平的。有人说他被斗掉，有人说他可能失势了，但现在最新的传言是什么？习近平难道被软禁了吗？这个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哦。还记得我们上面给大家看到，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他特别去中国去找了习近平，那时候我们还形容说什么？是不是普丁要来刺探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后来我们才发现，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水想的比我们还要深。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是白俄罗斯的官媒白通社写的新闻，它里面新闻它透露了一件事情，他说习近平邀请了卢卡申科来吃晚餐，而吃晚餐里面还包括他的女儿习明泽。还包括他的太太彭丽媛，这是第一个讯号，表示他们一家人都在一起。第二个讯号是什么？官媒他特别放上了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叫做纯一斋。纯一斋他过去根本不是习近平办公的地方，那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人都在这呢？所以包含第一个讯号，包含第二个讯号是从现在习近平真的被软禁了吗？对，没错。实际上最近发生非常多诡异的事情。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习近平好像面临到党内的这个挑战。但是问题是呢，6月4号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川普发一个文章说，习近平很 tough， 我跟他达成贸易协定都很难。可是为什么6月6号他们就马上就愿意谈判？那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对，正好我跟你讲，中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卢卡申科去见了习近平。因为当时习近平已经有2个礼拜不见人影，对，后来被他说，没有，他没问题啊，他现身啊，他跟卢卡申科见面，哪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这个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细节之后，你会觉得这里面怪怪的。赵总，你知道吗？这水那么深啊？对，好，没有错，这是这个。根据白通社就是俄罗斯明斯克当地非常重要的媒体，他说什么？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也就是说他有在场嘛？那他讲什么？他讲说，原来啊，他当天啊，这个卢卡申科去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了，那就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习明泽跟彭丽媛，然后他们3个人呢，然后跟卢卡申科他们在这边进行一个家宴，他们说是个家宴，而且习近平还特别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参加这种所谓外交场合，第一次参加这种国宴场合。太奇怪，习明泽女儿以前多低调。对，没错，她是被川普一直被点名，到最后她第一次就出现在这种国际场合。我跟他讲，诡异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习近平过去不是没有跟人家家宴过，对，他也有跟川普家宴过，对。然后他之前来说也接待非常多国外人士都有家宴，可是顶多都是彭丽媛跟习近平2个出席，不会有他女儿。那他女儿这次出席，你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女儿会出席？他女儿又不是什么外交人员，不是你在这个场合出席有点奇怪。你看，一般我们外交场合来说的话，家宴你怎么会把这个儿子女儿一起带来？对，你说泰坦就算了，对嘛，这很少见嘛。所以他讲了一个是这个，然后他还讲了第二个，他说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透露说，我的办公地点呢就在隔壁，就在我们现在接见的地方，叫做纯一斋这个地方。就纯一斋这个地方说，大家才知道哇。原来这个里面很诡异啊！你知道为什么很诡异吗？因为他以前办公的地点不在纯一斋，所以难道人家就说，难道他的办公地点被移了吗？被移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国宴场合来说，他们3个人又在一起，对，3个人在一起是不是一家人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才需要在这个地方越听越毛了。对啊，所以来说，这里面透露非常多，从白俄罗斯媒体透露的讯息，你会觉得里面的这个含金量，或是里面的这个诡异的气氛，真的非常非常之浓厚。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事实上应该这样说啦，原本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中南海就是有这个中海还有南海，那南海就是南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习近平办公的地方，对，他们的党中央跟他们的这个国家主席的办公室都在这边，就是南海这边。那他过去办公的位置在什么？在这边中间这个地方。对，这个中间来说，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瀛台。就光绪皇帝被囚禁的瀛台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们目前为止国家主席跟这个党中央办公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对，就是南海上面的一个这个岛就是瀛台哈。那瀛台来说，当然里面雕梁画栋就不用讲哈。所以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其实这个习近平接待人的时候，都是你要国宴都是在这个地方，就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面国宴。就没想到这一次被他说，他搬到纯一斋。纯一斋什么位置？纯一斋是在这个的丰泽园这边，就丰泽园，所以他等于是说从这个办公室被移到这个办公室去了。见鬼了！之前不是你刚刚讲了，
整个领导人都要在这个地方，是没错然后你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对到旁边了。对，好，那为什么这个很诡异？我跟他讲，事实上每一个每一个国家领导人物，必须就像我们赖总统，他如果原本是在这个总统府办公，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那譬如说像韩国总统，以前过去这个尹锡悦他们的时候是从青瓦台搬到龙山，然后现在李在明又从这个龙山又搬到青瓦台，这种搬领导人的位置，这个很敏感啊。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现在有一个传言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张又侠他每一次进到中南海区，不是都带着军队吗？那军队，然后还要控制的武警部队吗？所以是不是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附近的都被人家围了非常多的这个，完全都被包围，完全都被控制。然后习近平已经被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瀛台移到这个丰泽园，移到纯益斋去，这个就可能是象征了他的位置可能变得不一样。好，那我就讲为什么不一样？你看，这是俄罗斯官媒放的哦，你看。就是这个纯益斋，对，他就放这边，然后他的地毯在这边，他们就放纯益斋，他们放出来的照片是这样，是说卢卡申科跟他在这边见面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为什么？因为主要是这个根据白通社的报告是说，习近平告诉卢卡申科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那是我第一次在这边接待你，那个地方就在丰泽园，因为在纯益斋跟你见面嘛，那旁边当然就是丰泽园，所以在这边哈。那我们就讲，我们往回推哦。2014年的11月11号，当时这个奥巴马去访问，他是在什么地方？在中南海的瀛台，见面奥巴马，对不对？然后奥巴马就问说：“你在哪里办公？”他说：“我就在那里办公，就是在瀛台嘛，对不对？”好，那2024年，然后这个接下来是2024年的去年5月16，对，习近平又在中南海跟普丁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在梦夏时节的中南海啊，那清风徐徐啦，水光潋滟啊，习近平在瀛台的这个桥台前呢，迎接普丁啊。2024年5月16号迎接普丁的时候，明明还在瀛台。对啊，一年过去了。对啊，出事了。他2017年接待这个川普的时候，也是在瀛台啊，所以都是在瀛台啊。那为什么现在变成是在这个所谓的纯益斋，在这个所谓这个别的地方，所以才会有让外界觉得说，你的权力可能已经完全失势。好，那我就讲，还诡异的是什么？他见完了卢卡申科之后呢，他又见了什么？他后来紧接着又见了这个班禅，你看班禅来接，他就说班禅这个习近平接受班禅的这个拜见哦，你看这是习近平，然后班禅，然后他也拿了这个礼物给这个习近平。好，那你看他们见面的地方，你再来看一次见面的地方，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毯。对，这个地毯，对，这个地毯，你先把它记得这个地毯的样式，就有一朵花的样式，对不对？那你看跟上一张的地毯一模一样。对，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见卢卡申科，他是在纯益斋见面，他接下来的见面都是在纯益斋，对，不是在瀛台，这是6月4号，对啊，很近哦。对，然后隔几天他在见6月6号，他见这个班禅的时候是在就纯益斋一模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办公地点真的证明不是在瀛台，已经搬到纯益斋去了。好，所以这就是表示说，他的地位应该是有一些变化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事实上当初的时候，这个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这个白通社的这个，因为他当时有非常多的影片，因为中国有截录非常多的影片，所以我们看不到完整的这个影片。但是这是这个白俄罗斯他们揭露完整影片。好，白俄罗斯记者拍的这个画面说，习近平先是说你好，然后接下来就说了一句：“我们先在这里谈一谈。”哦，就是在这里谈一谈。那为什么要在这里谈一谈？你可以进到办公室去。为什么在花园？你说就在这个地方？对啊，你办公室不是很好吗？对啊，为什么这边谈？在这，而且很热哎。对啊，那我就想嘛，你这边又不是什么说有花，那我们这边赏个花，然后那边看一下，没有啊？他就说，我们现在这边谈一谈。好，谈一谈之后，紧接下来，然后这个习近平的翻译开始用俄文说，我们现在这边谈一谈，然后一起吃个午饭。那我办公室在这附近，我第一次在这里欢迎你。所以就是说，你看，这就是他们讲到非常奇怪嘛。就是他这个好像什么事情是不敢让他知道吗？而且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谈啊，是不是这个办公室是怎么样，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所以这就很奇怪。所以整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状况。而且这一幕最好笑是什么？习近平讲完话之后，他已经要走了，对不对？对。他旁边的翻译还在跟他讲。对。这个翻译是不是讲很多话，讲出了比那习近平还更多的话？对啊，所以我就说，吓死人了。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嘛。好，那我就讲嘛，你看这是当初2014年奥巴马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个状况嘛。你看他们就在他们见面的地方，就真的是在瀛台，然后他在后面见面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比较诡异的嘛。好，那我就讲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很诡异。好，我们记不记得？你看6月4号，我们把时间串起来，6月4号，川普在网络上说什么？他说
I like President Xi of China, always have and always will。就我一直喜欢他 ，But he's very tough and extremely hard to make a deal with China。就很难跟他达成协议，他很 tough。然后6月4号的卢卡申科就去见了习近平跟他的家人。对，好，那为什么就很奇怪呢？因为卢卡申科其实6月2号就抵达了，对，他2号、3号都没有见到习近平，一直到最后一天他才见了习近平。然后见了习近平，他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了之后呢，6月6号，大家记得6月6号，美国时间的6月6号的时候，美国时间的6月6号早上，习近平就跟川普通电话。对。那就知道你不是前几天还在说他很硬，我很喜欢他，但很硬，没可能啦。结果你就马上大转弯。对，然后现在不是就说，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伦敦谈判好像有非常好的进展，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就说，双方好像都会达成。那川普还说，虽然很难，但是我们有机会达成协议，这都是好消息。你不觉得这也太戏剧化了吧？在6月4号之前是说没可能，然后到6月6号是有可能，然后到现在为止，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它中间就唯一比较诡异，就是当时是卢卡申科见了习近平嘛。那我们之前不是都一直说吗？卢卡申科是谁？是普丁派来的人嘛？还要去试探一下你这边还有没有权势，到底还有没有力量？你一定能力摆不起啊，能力摆不起的时候，那普丁就想，那你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卢卡申科到，所以卢卡申科一到的时候，他没有去见习近平，他是隔了好几天才去见习近平嘛。然后见了习近平之后呢，马上习近平就愿意跟川普通电话。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说他真的有可能已经略为失势。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如果假设过去我曾经在节目上跟他说，习近平的态度是很硬，对，我们不是说他都还给何立峰说我们就强硬的态度，对，就打对，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照理说他是不会退让嘛。那他为什么要在6月6号跟川普打电话，然后好像开始要退让，表示出现了让他不得不妥协的力量嘛？那不得不妥协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第一个，他有可能失势，对，就是或者是面临到党内非常严厉的挑战，他必须要做妥协嘛，不然的话，他我们怎么去解释？原本他说他非常强硬，到之后2天之后，戏剧性的转折就出现了，所以我才说这里面当然会有非常多很诡异的事。然后在中间只有卢卡申科去见了习近平，然后他给我们的讯息是，习近平第一个，他现在不在瀛台上班，他在纯利斋上班；第二个。他们家人，习近平他，还包括说彭丽媛，还有帮这个习明哲3个人在一起。那你看，从这些蛛丝马迹，能够证明什么？证明似乎是目前中国内部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剧烈的发生之中。辉正，这样我们一路听下来，真的不太寻常。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习明哲的出现，前几天我们才在讲川普怎么样去说他，说什么哈佛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有资助他什么办法。没想到他竟然就今天出现，原来还早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面了，这是第一个讯号。第二是什么？更诡异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人叫做许其亮。我们之前有谈过，许其亮是中共军委的副主委，他是习近平的爱将哦，爱将之外，但是他年纪没有到很大，但是突然间他就突然去世了，那种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而今天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习近平去找了许其亮的遗孀，没想到这个画面也被大家解读成。连个握手，连个眼神都有问题吗？是赵和，我跟你讲啊，像在这一种婚丧喜庆或者是家宴这种重要的场合哦，你该来的人没来，你该出现的人出现，你不该出现的人出现，甚至你该鞠躬不鞠躬，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政治或者是有意涵在里面。你看，其实像这一幕，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很奇怪？习近平是现在整个中国的领导人他也是你那个你亡夫的领导人，你结果这个人来跟你鞠躬，你一副没有正眼看他，而且感觉上那个态度好像是有一点塞饼显滑，就是好像不是很开心，他连抬头都没有，然后他就他眼神是瞥到旁边的，对，就是没有正面看着他，然后好像也没有很谢谢他，甚至不想看他。所以人家就说这个画面实在是有点不寻常。那在对比，人家说可能他那天心情很不好啊，你们不要这样子见缝插针乱讲。我们就来看他当天他的遗孀还跟其他人包括跟李强，还包括跟那个蔡奇，人家的跟所有的，你看这个跟李强、跟蔡奇、跟赵乐际，他尤其是跟赵乐际这几个人，你看那个头45度，有没有那个家属打理？有没有45度？然后跟那个蔡奇这样。哇，
都是感觉上哦，非常谢谢你们哦，对他的那个态度，头低的程度有没有45度？哎，你看再对比回刚刚的那个习近平，好像根本连头低都没低，所以你就知道，人家就说看起来哦，这个许其亮哦。这个他的这个奏事是不是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相关性？虽然啊，习近平非常信赖他，但是他的奏事跟习近平哦，尤其最近被传出来跟他的位子不保、权力不稳，是不是有相关联？大家就有很多的一个文章在里面。再来，还有一些画面，我们都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还有包括你的挽联啊，你的这一个花啊，送的这一些花束、花篮啊，哎，人家有没有？习近平啊，李强啦，这个画面扫过去，赵乐际啦，没有错哦，一个一个看起来有某一种程度上，习近平是放第一个，还有王沪宁啊、蔡奇啊，好像看起来哦就很正常，都是按照顺序，按照他的关键一个一个排下来哦，李希啊这一些都有，韩正甚至连韩正都有，但是不寻常是什么？不寻常，胡锦涛就是那个，而且他竟然定格在胡锦涛，所以人家心里想说，你其他这一些哦，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一个感觉上好像有点名，然后他们花篮都有送，一个一个都有看到，这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把胡锦涛，而且还定格，感觉上哦就有不寻常的一个意涵。我们刚刚谈到习明哲的出现。习明哲出现也太奇怪了。是，赵虎刚刚就提到，像该出现的场合，没出现很奇怪，但不该出现的场合，你又偏偏出现，也很奇怪。尤其是习明哲，大家最近提到习明哲的时候，是提到什么事情？就是讲哈佛大学嘛，就说啊，怎么你们这个哈佛大学都已经被渗透严重啊，连习近平的女儿竟然还是读哈佛出来的，而且还把他的这个相关的细节都弄得很清楚。然后呢，后来就有媒体报道说什么，习明哲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住在麻州，而且被中共解放军有派秘密警察在保护他。哇塞，这个讯息一出来，代表什么意思？哎，你习近平同志，你看起来跟美国好像是势不两立，结果你女儿在美国生活，那不就变成反美式工作，在美式生活？犯大忌呀！这马上质疑你的忠诚。对，所以为什么习近平的女儿从来没有曝光过，更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场合？为什么这一次出现？赶快回来！被爸爸叫回来了吗？粉碎党内的这些谣言，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我女儿没有在美生活。第二件事情，我女儿没有在美工作。第三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习近平位置真的不稳。如果今天我的位置很稳，我还需要向谁解释什么吗？我需要向谁交代什么吗？今天为什么连习近平要透过这样的场合，把他的女儿带出来公诸于世，告诉大家，我女儿在中国，不在美国。就是因为有人要他给个交代，他必须要出来粉碎谣言。当你必须要粉碎谣言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谣言对你产生威胁性。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习近平现在面临党内这个不稳，或者是党内对他的一个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习近平在内部的敌人这么多？因为什么？他打贪打太凶了，而打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你现在是根本在乱搞了吗？最近习近平呢一直在强调说严禁铺张。什么叫严禁铺张呢？你不要给我这边弄一堆花，不要给我吃大鱼大肉，不要在餐厅上呢给我抽烟喝酒。但请问有用吗？事实证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什么？因为呢最近爆出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很特别，他就说有5个官员呐。总共呢喝了4瓶白酒，对，那这个4瓶白酒原本大家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要康吗？是因为呢其中有1名啊。在下午的时候啊，早上喝酒，下午人就没了，对，去世了。就讲白了，就是喝大酒，喝到人整个就我们讲的直接就去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有官员不幸的，我们讲逝世，他们才要去调查，调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早上喝大酒。那调查之后，他们早上喝大酒，才发现说，哦，原来习近平讲了老半天，底下的官员还是天天喝大酒，都是耳边风。对，他们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你看哦，其中一个我们讲的官员呢，还在尝试说要把这个行为给掩盖掉，就是要帮他编造死因，也就是说呢，跟这个非法喝酒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各位，你听了一定就觉得一头雾水。哎，等一下，怎么会变喝酒是一个要躲躲藏藏犯法的事情啊？因为这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中国特有一个文化叫什么？劝酒。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叫什么？拼酒。而你呢，只要去中国出差过，或者对他们官员有所了解，你就知道呢，为什么
劝酒拼酒，他们常会说，哎，赵喝啊，干杯啊！你不喝，你不给我面子吧？你不是自己人啊！你不给我面子，你没把我当兄弟啊！那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会有这种恶质的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在整个中国官场里面的根深蒂固的，也不是说习近平说叫你今天别喝就别喝。我跟你讲，你叫他们不要喝，他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谈事情，谈不下去嘛。所以他们就说这件事情被踢爆之后，才发现说坚决零容忍，但底下的根本没有零容忍，为什么？因为还是一样，该喝的喝酒。我们讲该铺张的铺张，该奢华的奢华。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2024年，请问一下，习近平开始打奢了没？打啦，这是上海其中一个宴会的剩菜。吃这么好，不，这是剩菜。对，我以为是他们刚上菜，对，这叫剩菜。对，你不讲，你还以为这么好，还以为说哇，王美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啊，最怕的就是跟王美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吗？王美吃饭就是照片都拍一轮，然后已经隔了1个小时，菜都凉掉了。我以为这是开玩笑，没有，这是《华尔街日报》拍的哦。对啊，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啊，太扯了。人家看完说哦，宇轩，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餐厅的 menu 吗？没有，这是吃过了。各位，这已经吃完了哦，鲍鱼还在啦，龙虾都还在啦，虾哦，我们讲的只少了一点点肉啦，通通都在啦。对啦，我们讲的所有我们讲山珍海味，全部都有啦，人都没加，对吧？那看我会怕剩体，所以各位他们是吃饭是这样吃啊。等于就说你吃饭，我讲这照，你知道什么东西消耗最大吗？菜都没吃，然后都在喝酒。对，所以搞这一套啊，全部都是讲纯看的。所以习近平快气炸，他在5月份发布了，像你刚刚讲的，不准有酒，不准有美食，或者是有香烟，甚至后面更疯狂喽。时间这种禁止在工作会议上摆放鲜花跟精心制作的背景板。他已经是无差别攻击了，所以你看嘛，根本就搞不定嘛。所以甚至你知道他们现在进步到什么程度吗？第一个不要跟你讲说只是餐桌礼仪或者是喝酒的问题而已，你连坐车他现在也要管。有没有觉得 déjà vu 来了？跟台湾非常像。他说你呢，他们也管公务车。中央纪委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跟你讲说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包括说呢，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召开公务会议，什么意思？怕你假公济私。比如说呢，你明明就是要开公务会议，但其实没什么会议好开，你就故意挑一个风景名胜呢，假意开会，但实际上每个人在那边喝大酒、饮酒作乐。OK， 那禁止用公款买烟花爆竹。他们之前到底有多少人用这种公款买这些东西啊？还要列。而且烟花爆竹，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是在中国，我们讲小确幸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你逢年过节，中国最喜欢张灯结彩放烟火嘛，烟火也别了，好不好？大家呢一切我们讲从简，然后接待、办公、差旅的公务车有详细的指导方针。照我跟你讲哈，这个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啊，只要发布下来，没人敢用了。你知道什么吗？你可能说呢，你包括你今天要使用公务车，你包括你的时间、你的地点、你的目的、你的里程数，所有东西都要清清楚楚交代，而且很容易被人家找见。你也知道中国官场最喜欢阴来阴去嘛。对，今天搞不好大家看到这个条例之后，想的不是说我要如何节俭，是想着怎么去阴同仁。那干脆我们都别弄了，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它弄得很严格，甚至是你看啊，摆放花卉植物。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我们今天开一个会议，然后比如说有人要阴你，他就是桌上呢摆一个盆栽。你贪污，你没有节俭。摆一个小小的仙人掌，就出事情，就出事，那个人就被开了，你知道吗？而且说，你如果机场、火车、码头啊，安排这种我们讲的避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这种我们讲的贵客来，也不能接机，也不能铺陈。换言之，今天中国人呢，我真的建议他们，你与其干脆玩到这么硬，对不对？就大家呢，每个人都保练当和尚，我们讲吃斋念佛，这样就不会出事情。瑞德，现在习近平的压力有到这么大吗？今天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奇景，是中国的航空母舰2艘同时驶入，他有紧张到这样子，赶快把所有能打的、能用的，通通推出来。我还可以打，我还有权利。那么你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的这个相关的个性啊，那么来分析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种事。这个是山东号、辽宁号2大航母舰队同时出现在西太平洋的第一次啊。那么2大舰队同时一南一北2个互成犄角。那么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已经突破到第1岛链，到了第2岛链去了嘛？对。然后剑指关岛，关岛的后面就是夏威夷珍珠港嘛。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他要凸显一个目的，就是我习近平有2大舰队，别忘了后面还有一个那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福建号啦、山西号啦这些未来的航母的这个舰队嘛。他要干嘛呢？过去不是常讲说台湾你要 hold 住几天 ，hold 住1个礼拜，让美国可以来救吗？那么我用这种方式拒止2大舰队在这个地方，各位。
它真正以后要进行的是3大航母舰队啊，所以呢北东南3大舰队在这个地方拒止美国来救，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蛮好的一个发展。台湾民间的台海防卫兵推在6月10号正式登场了嘛，由民间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邀请的，总共加起来的星星夯不啷当星星，对不对哈？非常的耀眼，有31颗星星，31颗星。对，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啊，穆伦上将，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尔上将，还有日本的前统合幕僚会议的幕僚长呢，那么严其茂上将，前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呢，武居智久上将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前参谋总长这个李喜明等等啊，我告诉各位。邀请他们来，不是说已经退役的这个等于说日本啊跟那个美国这几个上将呢他们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民间的这个兵推呢，也不是说多了不起，但是听听不同国家，而且讲白了，我们潜在的敌人都是同一个国家，就是中共。对，在假设兵推2030年的时候，中共要打台湾啊，有人说2027年啊，目前看起来2027年他还没这个能力。但是你如果把它并推在2030年的时候呢，听听他们的看法。美国的前这个怎么负责的这个将领，跟日本的前负责的将领，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角度会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永远用我们的角度去看中共。我们要看看国际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在看中共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那么我也曾经跟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来自美国的一些这个退役的将领呢也交流过，我发现他们的看法就跟我们不一样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交流了。当然，这次在我们汉光演习的兵推里面呢，那么也有美国退伍的这个四星上将呢，也听说也加入等等，这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的特种部队以前有一首军歌叫9条好汉在一班嘛，现在为什么改成6条好汉在一班？因为很简单，海豹部队就修正为6个人，所以呢，6个人那么曾经共同在一个相关的这个小艇上面呢，更能发挥他的实战力。对，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说经验嘛。还有，那么我觉得这次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已经放开了，还要放手去做。演习视同军作战，所以呢，事实上这次日本的这个陆上自卫队的富式火力演习，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呢？因为呢，单1天1夜之间，那么除了这个摆出他们12式的反舰飞弹还有包括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些飞弹等等的发射器等等1天1夜之间打了2次演习，总共打掉了76.6公吨的弹药，大概是新台币1.86亿。为什么？真的2场演习，我告诉你不要管他这个打的是怎么样，单你在现场，如果你能够亲临其境，在现场看那个震撼，对不对？我看过我们8寸流的这个这个实际的这个打嘛，看8寸流现场，啪出去你就送我讲真的，对，那种震撼就不一样。2天打了1点多亿耶，打了1.86亿的新台币的弹药，76.6公吨。我们之前打海马斯，还有雷霆2000有没有？咻一直打出去嘛。然后呢，11个海马斯火箭弹的发射车，咻都出去嘛。所以这是对的。所以从日本的这个富式火力演习里面呢，包括你看，连大家都认为他们普遍是不是认为说壕沟已经没有用了吗？日本这次挖壕沟、挖地道等等然后呢，我相信，那包括在俄乌战场上面的这个等于说无人机的战争呢，在这一次美国跟日本的演习里面，也一定把它列入未来要打相关战争的时候该如何打。现在有很多的纪录片，甚至于拍成电影，对不对？对，硫磺岛浴血战还有包括那么来自于琉球的冲绳相关的保卫战等等嘛。美军做梦也想不到，最后一场最血腥，然后最难打的，竟然是在琉球。本来就认为琉球小一个嘛，我把它打下来没有问题，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然后耗尽了美国好大的一个能耐，才把这个等于说琉球拿下来。那硫磺岛浴血战更不要讲了。刚刚讲到了那个这个8寸巨炮，对不对？对，美国的相关的海上巨舰的8寸巨炮，轰，然后飞机不断的炸，结果硫磺岛浴血战想要进1公尺，要牺牲多少美军然后紧接而来，在硫磺岛浴血战里面，因为呢，那么日本呢，他们采取的叫做玉碎的防守方式。什么叫玉碎？临危玉碎。所以呢，我宁可那么同归于尽呢，我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冲绳战役
美军死亡的人数跟相关的这个什么船舰呐，然后呢，包括日军竟然战死的人数哦，那么包括屠杀的这个冲绳岛的这个平民啊，超过26万人啊。所以呢，当时不是只有所谓的壕沟战而已，为什么？因为美军呢，当时已经占了便宜了嘛，因为海上的还有空中的都制空制海权都在他手上，但是他挖地道。所以呢，地道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壕沟战或许在无人机，我问你，无人机遇到地道战怎么办？连8寸流都打不进去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知道，从以前的很多的战役，包括现在的新型的高科技的战争，我们都要从里面学习到我们必须如何去应对。国民，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哦，为什么在中国习近平看似不稳的情况之下，2架航母要同时出发过来，包括了山东号。包括了辽宁号，好，这第一个。那第二是说，那他们就是无入无人之境吗？你跟我讲，我才知道，没有哦。尼米兹号还有华盛顿号早就在盯着他，而且这是在打什么？现在在打一个叫做现代海战。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新闻报道中，什么两军对峙嘛？那有些人会说这个观念不对啊，以前所谓的两军对峙是说战舰在对峙，不是。现在的航空母舰，他们是在500里之外对峙，因为他们有舰载机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说，其实山东号、辽宁号，其实他们这次说真的运作的很巧妙，所以很巧妙说原本是辽宁号它是直奔你看那张图那张图它穿越第一岛链之后，对空谷水道之后呢，其实它往最南边有一个地方。最南边往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冲之鸟礁冲之鸟礁呢是日本的最远的地方那没想到说，这个辽宁号跑到第2岛链以东之后呢，这个时候呢，突然把这个山东号协同运作说叫来第2岛链的以西。换句话来讲，第2岛链这个我们假设这个图片中间切条线那个叫第2岛链就直接画下来第2岛链。那没想到以东的有辽宁舰，以西有所谓山东号航舰。那说真的，其实这种态势难免会引起美国方面紧张那更紧张的是说，它旁边都还有护卫舰嘛。那护卫舰是什么等级？是055的这种所谓大驱，所谓的大型的驱逐舰，其实上是巡洋舰。所以其实这个战力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也是有准备的美国准备了什么呢？华盛顿号跟尼米兹号。然后华盛顿号说，虽然说当然虽然它已经返回横须贺港做整补，但是呢，旁边呢还有迪里波里号。就是那一张我们右上的那张图，就还有迪里波里号跟美国号这种所谓的2栖的航舰呢，在做辅助的动作。其实美国呢都有说在紧盯着。那我们必须说了，就中国人在遂行 A2AD 这种区域拒止作战的时候，其实呢美军就有准备了，而且不要忘记了，美国航空母舰是核子动力的，它可以千里奔袭它其实。必要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顾及它的后面的补给区，所以其实美国是有准备。不过呢，这个态势还是能令美国还有澳洲相当方面呢相当的紧张，因为其实离他们太近了。国民，除了航母之外，你看到这张图片，这是中国的第6代战机歼36的照片曝光，而且是正面曝光正面照曝光之后，发现奇怪，怎么会有2个座位？2个座位是发生什么事？现在还需要2个飞行员。我们这样子来看其实中国在前段日子曝光歼36、歼50，然后其实说真的，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它到底长得什么样模样那没想到说，最近呢，在央视呢意外曝光说这种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我们觉得说原来呢歼36是长这样子那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可以判定说它是2个座位的飞行员驾驶那其实2个座位的飞行员驾驶其实在以前的话，其实出现在过航空业界譬如像美国的 F111跟前苏联现在俄罗斯的 SU-34嘛，那 SU-34呢就是右边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我们叫鸭嘴兽说真的长得扁扁的，说真的是蛮可爱的但是蛮可爱的，其实它本身呢是一个战斗机但是我们就考大家一个问题说，现在的战机技术很发达那你看到的战机现在一般都是1个人的譬如说 F-22、F-35。很少有双座战机，那双座战机的话，一般来讲是后面接一个我们叫学官或武器官那武器官的概念，其实在1970年代，美国研发 F-14熊猫战舰的时候就有，因为后面要做武器官，因为它去操作那个武器雷达。对，现在还有需要吗？应该说现在的战机科技很发明，然后你还有 AI 什么人工智慧等等它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你1个人就够了。而且我们想说，其实中国也有少子化的问题你要培养第2名飞官，说真的，你人才没有这么多因为其实飞官培养不易所以你看现代化的战机大部分都是1个人那后座的武器操作怎么办其实很多的都是由
由 AI 人工智慧或先进的航电来解决，不用再第二个人。而且你看这个我们叫并列式座舱，并列式座舱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我看不到，比如我这边呢看不到，姚慧珍的右边的方式，这个叫做并列双座布局。对。然后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会非常的差。比如说我们现在坐下来看我看不到姚慧珍右边的东西，但是姚慧珍看不到我左边的东西，因为她可能要探出头来看。对。但是呢，你探出头来看的时候，这一瞬间其实空中的时间差就被起落了，分秒必争啊！所以其实因为现代化的电脑很聪明，它必须要飞行员分秒必争的去做应对的动作。如果说这个时候我还要跟姚慧珍互相喊来喊去，说真的黑北湖啊！所以其实现代化的战机基本上来讲都是单人座。如果说你要双座的话，我们叫串列式座舱，就是说我坐在前面我坐在前面，你在后面，这种设计是有。但是那为什么都第6代喽？我刚刚讲中国第6代，今天36，然后你现在还给我做这种双座舱？没有，因为什么意思啊？我们尊重就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设计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标准我们尊重但是呢，如果说他们是这种设计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说，它可能不是为了空中战斗来这种，它可能是真的为了 copy 就是说俄罗斯的 Su-34的进阶版它变成所谓战轰机，或是说以后呢担任这个无人机的控制的平台，这个是有可能。但是你要期望它说变成说第6代的战机，我想呢这个脚步呢可能是差的比较远。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F3说什么都要就是一个人，而且要么是用晶片，要么是用 AI， 可以去辅助它非常多事情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行做？对，所以有些人会说其实说中国的航电或者说 AI 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准，所以他必须要多一个人来去做。当然你这样说的话，其实中国很多粉一定会反对说你说的不对因为中国晶片是最好。但是我们先不管了，就是说它目前这种设计的话，其实说真的是蛮不符合世界潮流，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你并列式的座舱设计有，但是非是以前的设计，然后呢，视野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不应该把它定位成所谓的第6代战机，把它定位成未来的战轰机，这个是有可能，或者说定位成无人机的控制的母机这个是我们承认。至于说你要把它定位成第6代战机，说真的，我们会觉得言过其实。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